外星人早已造访地球，四大外星种族与人类的秘密接触。大家好，这里是脑补君。在夜晚仰望星空时，你是否曾经产生过这样一个疑问：外星人是否曾造访过地球？这个问题似乎并非空穴来风，从许多古代的 UFO 目击记录，到近现代一些相对可信的外星人接触事件，再到美国政府公开承认 UFO 的存在，以及内部人员泄露的外星人相关信息来看，似乎有些证据表明，我们并非孤独的存在。如果外星文明曾经到过地球，甚至可能至今仍有外星生命在地球上活动，那他们到底是谁呢？回顾人类历史，除了与苏美尔文明关系密切的阿姆纳奇因罗斯威尔事件而全球闻名的小灰人之外，实际上还有一个外星种族与人类互动较为频繁，那就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诺迪克人。在2013年 UFO 大会上，一位重量级人物发表了惊人的言论，他就是加拿大前国防部长保罗·赫勒。难以想象，这些关于 UFO 和外星人的惊人信息，竟然来自于一位七国集团的高层政客口中。在震惊之余，我们不妨梳理一下保罗·赫勒的爆料内容。首先，赫勒先生提到，几千年来，至少有4个外星种族曾经造访过地球，也就是说，至少有4种外星种族有确凿证据证明曾到过地球。那么，这4个种族分别是哪些呢？根据他的说法，这些外星种族包括来自40光年外、外网古座和泽塔网状星系的灰人，尤其是灰人种族，目前在地球上的活动最为频繁。值得注意的是，灰人并非单一族群，仅在网古座泽塔网状星系中，灰人便在多个星球上进化出了不同的种族。尽管这些灰人源自同一个星系，但他们之间存在明显的对立关系，其中一部分是中立的，以观察为主的灰人也被称为泽塔人。此前我们在艾罗访谈录中提到的灰人艾罗，正是这种以观察为目的来到地球的泽塔人。而与这些中立的泽塔人对立的是另一种不太友好，甚至敌对的人类灰人族群，通常就直接被称为灰人。因此，许多人对灰人的故事感到困惑，一会儿听说灰人是友好的观察者，一会儿又听说他们不友善，甚至敌对。现在我们或许能理解，原来灰人有2种不同的族群，他们的态度和行为也大不相同。接下来我们来聊聊第2个外星种族——猎户座集团。这个外星群体同样不能仅用单一族群来定义，在猎户座的多个星球上，主要分布着2大种族：爬虫族和人族。这2个种族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对立关系，而人族内部又可分为2种：白皮肤和黑皮肤。无论是猎户座的人族还是爬虫族，他们都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来到了地球，并且对人类早期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苏美尔文明为例，根据泥板上的记载，一群高大的白人形象的神从天而降，极大地加速了这个原始文明的进化，使其发展超出了本应有的速度。说到苏美尔文明，就不得不提到古埃及文明。这2个文明中所展现出来的异常现象，与他们信仰的神密切相关。如果我们稍微解读一下这2个古代文明的神话系统，就会发现，古埃及神话中的欧西里斯和伊西斯，实际上在苏美尔文明的神话中都有相应的对应角色。在尼罗河畔，与猎户座腰带3颗星相对应的吉萨金字塔群，便是外星人曾到访地球的证据之一。事实上，阿努纳奇的影响远不止这些，比如北美霍皮族的遗迹也按猎户座的星座分布设计，他们信仰的神明同样被称为阿努纳奇。阿努纳奇其实是一群来自猎户座的人族外星人，具体来说，他们来自猎户座腰带的3颗星，这里被认为是阿努纳奇的故乡。第3个种族，仙女座星系的仙女星人。仙女座星系已经超出了我们的银河系，它是一个比银河系还要庞大的星系，距离地球约254万光年。相比之下，我们之前提到的灰人所在的网古座泽塔网状星系仍然位于银河系内，距离地球只有40光年，
而仙女座星系的巨大距离，使得这个种族能够跨越如此遥远的宇宙空间来到地球，着实令人惊叹。因此，仙女星人被认为是4大外星种族中文明最为先进的一个。从文明等级上来看，灰人和阿努纳奇都属于3级星系文明，而仙女星人则至少达到了4级的宇宙文明标准。这个差距表明，仙女星人的科技和文化远超人类的想象，他们的到来无疑是一个跨越了时空的奇迹。然后是第4个种族——昴宿星团的诺迪克人。昴宿星团距离地球约440光年，仍然属于我们的银河系内。这个星系也是一个3级文明。根据众多目击报告的描述，诺迪克星人是一种高大的类人外星种族，身高通常在2米左右，体型健壮。他们的皮肤是白色的，拥有又直又细的金发，耳朵和手与人类几乎没有区别，瞳孔呈现蓝色。大多数诺迪克人身上都会穿着蓝色的紧身套装。诺迪克人有明显的性别差异，女性通常被描述为美丽且充满吸引力，而男性则显得高大且英俊。这些目击报告中的描述几乎惊人一致，也与沃尔顿外星人绑架事件中的沃尔顿所描述的情形相符。他曾在母舰上看到过几位高大、金发、白皮肤的外星人。从外貌上来看，诺迪克人几乎与地球上北欧一些国家的人类没有什么区别。这也是为什么保罗·赫勒先生在接受《今日俄罗斯》采访时提到，有一种外星人外貌特征与北欧人非常接近。他说，即便这些外星人走在人群中和你擦肩而过，你也很难察觉到任何异样。这正是指的诺迪克人。虽然从外貌上看，诺迪克人与地球的北欧人几乎无异，但实际上，诺迪克人与人类之间还是存在一些微妙的差异。首先，诺迪克人的性格偏向于警惕和保护。当人类接触时，他们通常表现得更加谨慎，观察而不轻易开口。往往他们不主动说话，而是以观察为主。回想沃尔顿外星人绑架事件，他在母舰上看到的那些高大金发的白人外星人，无论他如何描述自己的经历，甚至在后来的声嘶力竭的呼喊中，这些高大的外星人始终没有与他进行一丝沟通。这样的表现恰好符合诺迪克人通常不愿意进行直接沟通的特征，尤其是在他们认为没有沟通意义或没有必要时。然而，情况会有所不同。当诺迪克人选择主动接触并与人类交流时，场景则截然不同。此时，他们会通过心灵感应的方式与人类建立联系。这种沟通方式使得被接触者能够感受到一种温暖与安全的感觉，仿佛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所包围。保罗·赫勒先生进一步透露，在这4个曾到达地球的外星种族中，至少有2个种族曾与美国政府有过合作。第一个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非常出名的灰人，来自王古座泽塔网状星系的灰人。不管是偶然还是精心策划，灰人和美国政府的合作自罗斯威尔事件后便一直成为舆论的焦点。罗斯威尔备忘录、18号机库、51区、艾罗访谈录、泽塔行动等一系列著名事件背后，都与灰人有着深刻的联系。除了灰人这个显而易见的外星种族，另一个与美国政府合作的种族，正是我们今天重点讨论的诺迪克人。在沃尔顿外星人绑架事件中，很多人都感到困惑，为什么这些高大的诺迪克人会与灰人出现在同一艘母舰上呢？这一点确实显得相当奇怪。然而，如果我们考虑到这2个种族都与美国政府有合作关系，那么这个疑问就能得到一定的解释和澄清。两者的合作关系可能为他们出现在同一艘母舰上提供了某种背景或合理性。不知道大家还记得沃尔顿曾经描述的情景吗？他提到，在一扇门被自动打开后，他被那个高大的白人外星人带到了一个巨大的库房。在这个库房里停着3个碟状的飞行器，而这些碟状飞行器其实都是灰人的。值得注意的是，这艘巨大的母舰才是诺迪克人的飞行器。诺迪克人的科技远远高于灰人，灰人甚至在星际文明中几乎就像个弟弟。
所以才经常发生坠毁事件。除了灰人之外，你还见过哪个种族的飞行器像他们这样总是被追回回来？这是因为灰人使用的技术相对较为落后，常常出现故障。说到灰人的飞行器，除了沃尔顿的目击报告和保罗·赫勒先生的证词，还有一个证据来源，就是著名的盗窃事件爆料人菲尔·施耐德提供的一张照片。施耐德的父亲曾参与美国政府的某个秘密项目，而在这个项目中，竟然有一个与人类外貌极其相似的外星人参与其中，他就是照片中那位高大的金发白人。根据施耐德的说法，这位外星人来自金星。那金星和昴宿星团有什么联系呢？这就不得不提到神秘的玛雅历法了。玛雅人之所以如此关注金星和昴宿星团的运动规律，其实原因很简单，他们的神明就是来自金星。金星在玛雅人的眼中只是他们在太阳系中的一个临时栖息地，并不是他们的真正家园。他们的真正家园实际上位于440光年外的昴宿星团。这个信息与诺迪克人密切相关，暗示了他们与地球文明之间的深远联系。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记得订阅、点赞和分享哦。同时，别忘了打开小铃铛，以便及时收到我们的更新。我们下期再见，期待与你一起继续探索这个神奇的世界。